大家好，这里是 MT 游戏世界，一个致力于小众游戏评测和推广的频道，让热爱游戏的你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更有意思的好游戏。如果喜欢本频道内容，还请点赞、评论、转发这个视频。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索一款悬疑丛生、高潮迭起的经典之作《428被封锁的涩谷》，一款让你仿佛置身于东京涩谷街头的视觉小说奇幻之旅。首发于2008年的 Wii 平台，由 Chunsoft 精心打造 ，Sega 发行的428被封锁的涩谷，自推出以来便受到了业界的极高评价。不仅在日本知名游戏杂志《Famicom》中斩获了罕见的满分40分，也成为唯一一款获得该杂志满分评价的视觉小说。同年更在日本游戏大奖上荣获未来部门奖。游戏发售9年后，2017年，它被 Famicom 的读者群选为历史上第2家的文字冒险游戏，仅次于旷世神作《命运石之门》。自游戏2008年面世以来，我就对它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但直到最近才通过 PC 版本的汉化补丁，真正深入地体验了这一作品。起初，游戏给我的印象并非一见倾心，但随着每个章节的推进，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被其独树一帜的叙事风格和沉浸式的游戏体验所吸引。所以，拿好你的小板凳，让我们一同探索这款游戏的无穷魅力，发现那些隐藏在故事背后的秘密。428被封锁的涩谷是一款将7个不同人物命运交织在一起的视觉小说游戏。这个故事发生在东京最著名的多项人行横道，这里也曾因电影《迷失东京》而闻名。游戏一开始似乎只是围绕一名菜鸟警察解决绑架案的传统警察剧，然而随着故事的展开，更多涩谷的市民被卷入其中，他们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成为了阻止一个巨大阴谋的关键。谈及428的灵感来源，不得不提游戏的前作《街：命运的交差点》。Chunsoft 总裁中村光一在谈到《街》与428的联系时表示，《街》在很多方面奠定了428的基础。这两部作品都以涩谷为舞台，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来揭示人物命运是如何相互交织的。在创作《街》和428的过程中，制作团队还面临了相同的法律挑战。中村光一透露，严格来说，在涩谷进行未核准的拍摄是不被允许的，因此拍摄中时刻存在被抓捕的可能。根据日本法律，你必须被当场抓到，所以如果摄影团队在警察到来之前逃跑，那技术上并不违法。于是制作组使用了老电视剧制作的惯用套路，通过安排一些团队成员吸引警察的注意，让他们被问话来拖延时间，其他人则趁机逃走。此外， Chunsoft 的其他作品也与428有着许多互动之处。举个例子，游戏中在阿奇的章节14.25分寻找人美中出现了一家名为祭火起饭馆的餐厅，这其实是对 Chunsoft 2007年游戏祭火起草的巧妙联动，这种彩蛋为游戏添加了额外的乐趣。我们先从缺点说起，下面说的缺点虽然不是游戏致命伤，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游戏体验。首先，最明显的问题是游戏的用户界面和操作。由于游戏最初是为主机平台设计，移植到 Steam 平台后，许多操作显得反直觉。例如，游戏中的菜单键不是常见的 ESC 键，而是 F2 键。此外，在游戏的初期阶段，我甚至无法保存游戏或调用菜单，所有功能都是随着剧情推进逐步开放的。这种设计在一开始让我不敢随意退出游戏，感觉十分束缚。其次是游戏的剧情线路质量，虽然主线剧情引人入胜，但补充线路的素质却参差不齐。例如，环保歌线路似乎并没有清晰的中心思想，只是模糊地传达了环保的概念，关键是既不搞笑，也不知所云，玩完以后我十分懵逼。而灵音线路尽管设定了2个只能活1个的情节，但这种题材即便在08年也显得有些老旧过时。这些线路与主线故事的关联性不强，有时甚至感觉脱节。本来是体验游戏，不自觉就变成了为了收集成就而枯燥游戏了。最后一个是我小小的遗憾，这款游戏长期以来没有官方中文支持。虽然它是一部杰作，但由于语言障碍，它无法触及更广泛的非日语或英语母语玩家。感谢中文社区的爱好者们用爱发电，我才得以体验这款游戏。这一点凸显了游戏在国际化方面的不足，限制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谈了那么多缺点，但实际上在428的优点面前，实在是鸡蛋里挑骨头了。首先说说通过真人特摄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不同于传统的2D 视觉小说，这款游戏的背景图片不只是起到补充文字无法展示的剧情张力的效果，更通过图片的艺术性质带给了我更深层次的情感体验。例如，在大泽贤治的故事线中，对称的美学设计和强烈的视觉反差色彩构图，很容易就调动起我的情绪，让我体会到大泽贤治内心的风景是如此苍白，他所在的家庭环境也极其压抑的心境。在故事转折的时候，多个连续的静态摄影、图像帧也创造出了运动和流动的感觉。其次，我注意到文字的滚动速度、显示方式以及如何引导玩家的视线都被游戏设计师精心策划过。故事通常以悠闲的步伐推进，但有时情节转折会以一大块文字突然闪现在屏幕上，配以戏剧性的图像或音乐节奏的突变。不得不承认，游戏真人特摄的手法和文字展示方式极大地增强了我游戏时的沉浸感。428的主线剧情同样高潮迭起，令人目不暇接。游戏里的角色比我朋友圈还要热闹，能操纵的就有7个，更别提那些大大小小的配角了。但别担心，游戏设计非常巧妙，先是2条人物线介绍背景，然后人物线慢慢多起来，开始推进剧情，就像是先给你尝尝小菜，然后逐渐上主菜那样。这样做的好处是，你不会感到人物太多而记不住，也不会觉得自己像是被丢进了一个故事大杂烩里。每个角色不仅在自己的故事线出现，还会跑到别人的故事线去大闹一番，因此通过同一时间不同人物线中主角的视角观测，可以更好地理解每个角色的动机和行为方式。不止如此，游戏里的伏笔设计简直就是艺术，随便看似不起眼的一张图片或者一段对话，都可能是未来剧情的伏笔。完全就像契诃夫所说，第一幕挂在墙上的枪，第2幕中一定会发射，不然这把枪就没有必要挂在那。而且回收伏笔的方式都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非常绝妙。在游戏时，我不止一次感叹，自己就像是涩谷的一部分，体验着那里每个角色的生活。428最大的亮点就是 Bad End 的收集。在其他游戏里， Bad End 通常就意味着哎呀，走错路了，游戏结束。但在这游戏里，85个 Bad End 简直是制作团队大显身手的舞台。举个例子，加纳的 Cats 结局和我们结婚了结局，完全就是无厘头和天马行空的完美结合。还有大泽玛利亚县的剑指大胃王王座结局，这个我看完后都忍不住想去挑战一下大胃王比赛了。而且通过这些 Bad End， 还能深入观察游戏角色们是如何因为某个小小的决定而紧密相连的。这些故事线就像是游戏版的蝴蝶效应，一个小决定就可能改变别人的一生。每次我遇到这些 Bad End 时，都不得不感叹，这哪里是在玩游戏，简直是在看一部充满想象力的电影啊！说到428的音乐，就一定绕不过这游戏的主题曲，上木才史演唱的 The World Doesn't Change So Easy。 即便脱离游戏，这首歌的旋律也依然优美的让人忍不住想随着音乐摇摆。更重要的是，这首歌不仅仅是好听，它在游戏里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游戏主角之一大泽贤治是上木才史的忠实粉丝，大泽瞳的手机铃声也是这首歌，而这个手机铃声竟然是重要剧情推进的关键。这已不再是音乐那么简单，简直是剧情推进器了。等到游戏的大结局，当 The World Doesn't Change So Easy 再次响起，配上那些搞笑的制作团队 NG 场面，真是让人既感动又好笑。想想他们为了拍摄这些场景，扛着重重的器材，还得时刻躲避那些可能随时出现的警察，在苦笑同时，也必须给那些辛勤奋斗的工作人员 pay respect 了。这个游戏我是一口气通关的，全部游戏时间32小时，玩完以后感觉都快成半个考古学家了，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由于每个章节结束都悬念迭起，我就像被剧情绑架了一样，完全停不下来。通关以后，再回顾2008年的428，用真人特摄玩出了文字游戏的新高度，确实可以成为第9艺术。不仅前无古人，目前来看也是后无来者的。如果你想看恋爱情节，那绝对可以试试。如果你是悬疑故事爱好者，这游戏就是为你定制的。甚至你是科幻迷，那也一定会对游戏中脑洞大开的 Bad End 着迷的。总之，
只要你是个剧情迷，对文字冒险游戏没有什么偏见，我强力推荐这款游戏。游戏结束时，我有点小失落，虽然我们的生活可能没有游戏角色那么波澜壮阔，但能跟这些角色共度一段时光，确实是非常美妙的体验，就像是和一群朋友经历了一场冒险，虽然他们只存在于屏幕里，但回忆却是那么真实。好啦，今天的游戏评测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文字冒险类游戏感兴趣，可以看看我的其他评测视频。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留言、转发这个视频。那么我们下期再见了。